白发双马尾女仆竟然被肥龙触手 play。这头肥龙一直盘踞在森林里，还抓了人类厨师来为自己做饭。厨师战战兢兢地把酥皮小羊肉派给肥龙盛上去，肥龙吃得非常满意，结果下一秒就说这味道没有厨师本人的味道好，于是一口就把厨师给吞了。两个女仆姐姐也把她的触手高高举在空中，一旁释放的双马尾只能眼睁睁看着惨剧发生，毕竟下一个就轮到她了。因为神明下令毁灭这个国家，所以肥龙可以吃光这个国家的人类。眼看白发美少女也要遭到毒手，好在猎龙人们正在往这边赶来。赛克斯挥刀砍下一段树根，发现树根居然冻结了，说明这东西也是龙。原本在日落之前的人类是不会遭受龙的袭击的，现在看来连这个常识也要被颠覆了。而雷欧以一己之力砍下了10棵龙树，可是整片森林都几乎已经变成了龙。拉格纳还被龙的触手抓住了，雷欧连忙跑过去，没想到半路突然被几道触手袭击，千钧一发之际，拉格纳体内再次爆发出磅礴的阴气，瞬间就将周围的龙根全部冻住。他并没有理会已经赶过来的雷欧，而是系上衣服瞬移下去，立刻往森林中央处跑。雷欧的小短腿儿在后面根本就追不上。拉格纳的心中充斥着因为松懈而睡着的悔恨，他明知道危机还没有结束，他的目标就是刚刚那头肥龙。肥龙还想阻止拉格纳继续冲过来，大臭嘴就被拉格纳的双脚踹开，这一脚直接把肥龙踹飞数米远。拉格纳也做出了决定，他知道自己是天煞孤星，和他牵扯上关系的人最后都会死。既然如此，为了保护这些人，他要亲手将这世上的龙铲除殆尽。但是这是连未来的他都没能完成的目标，他真的可以做到吗？就在这时，刚刚的白毛女仆开口询问，看到女仆的脸，拉格纳顿时喜笑颜开，问女仆是不是主动来找自己的。女仆说你晓得谁呀？就听拉格纳称呼她为绯红，还说要和他一起把龙杀光，还说他是个14岁的男孩子，不过真实身份是第一位级的翼之王，一只血族的前学学主，也是企图杀死龙族之神的反叛者。未来的拉格纳就是个绯红合作撕开了时空裂缝，将力量传送过来，而绯红的目标是消灭包含自己在内的所有龙族，不管原因是什么，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所以拉格纳心甘情愿地被绯红利用，说着还朝女仆伸出了手，结果下一秒就被人家甩了一巴掌，女仆都快被气哭了。人家只是一个可爱的白毛美少女，怎么又说她是龙，又说她是男孩子的？这时雷欧也追了过来，刚好看到那头肥龙出现在拉格纳身后，肥龙张着血盆大口冲了上来，被拉格纳轻飘飘放出一团银气贯穿身体。拉格纳抱起雷欧瞬移到肥龙身后，随着一声爆炸吧落下，肥龙的身体瞬间爆成碎片。看到拉格纳现在变得这么强，雷欧心中是无比自豪。然而拉格纳却打算抛弃他，让他在这城里的民众越过国境线逃离，自己则需要留下来做别的事情。不过他答应雷欧结束之后就去跟他会合，雷欧自然是不愿意的，一不小心没控制住情绪吼了拉格纳一句，大概是心中也产生了会被抛弃的恐慌。拉格纳还是第一次看到雷欧这样子，想到他再怎么强也是个12岁的孩子，之前只是因为他太弱，所以才不得不背负起不必要的强大。拉格纳想起未来自己说过的话，当初是他甘于弱小，把一个小女孩当成英雄一样崇拜，最终造成了惨剧，所以他不能再跟雷欧保持这样的关系。他觉得只是为了保护雷欧，却不知道雷欧的心中会有多么难过。听到拉格纳说你太弱了，和我在一起只会送死，雷欧的眼泪夺眶而出，恨不得手刃了这个白二郎，却被一把推倒在地上。再次苏醒是在赛克斯的背上，赛克斯背着他带领市民前往国境线，雷欧却想起了不久前和拉格纳一起坐在草坪上看夕阳的场景。那时候拉格纳说他的梦想只是待在雷欧的身边，这才过去多久，他们就已经分道扬镳。雷欧哭着问赛克斯拉格纳为什么要抛弃自己，却不知道拉格纳一直在山顶上目送他们离去，然后流着眼泪转身看向绯红。绯红怎么都不肯承认拉格纳说的那些话，还拍着胸脯告诉他自己可是女孩子，你说你是女孩子，来证明一下。于是直男拉格纳就把白毛女仆给气跑了。为了让绯红信任自己，细数了自己身上的优点，会读会写会算数，还会做饭，所有家务都可以一手全包，甚至连雷欧的洗澡都是他负责的。听得绯红想当场报警，而拉格纳居然说以前对雷欧做过这些事情，今后都会对绯红做。绯红就更加敬谢不敏了，直接表示自己没法回应他的期待。没想到拉格纳当场就倒了下去，小脸通红，喘着粗气。绯红又不能放任他不管，只好将他带走。其实拉格纳说的那些话是真的，不过在上一世他是变强后才和绯红相遇的。绯红主动邀请他与自己合作，并且展示了自己惊人的复活能力。拉格纳在梦中看到了这段记忆，苏醒后发现绯红就守在自己身边。绯红之前的确是在骗他，刚刚正他熟睡的时候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发现这小子的肉体已经与银剑融合，甚至能制造银气并加以释放。绯红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却还是伪装成了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看到一群龙从他们上空掠过，前去的方向正是城镇人们移动的方向。意识到大劫有危险，拉格纳捞起绯红追了上去。区区几头低级龙根本不是拉格纳的对手，他幻化出几把银剑急射过去，巨龙的庞大身躯瞬间凝结后轰然倒塌。绯红观察了一下那把
大银剑，做工非常粗糙，威力却不可小觑。哪怕是2流的猎龙人，也能用它斩杀上位龙。他忍不住幻想起，如果能用这些装备打造出一支军队，到时候自己率领军队将会多么的所向披靡。想到这里，他突然吐出一大滩史莱姆，绯红不再隐藏，展露了自己的真身，只是开口说了一句“尽情去死吧”，就直接演出法髓。另外几头龙也都瞬间化为尸骨。绯红表示自己可以跟拉格纳合作，但前提是他必须先喝下这支毒药，而毒药只会在他对自己产生反叛之心时发作。还没等他说完，拉格纳就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他想要守护雷欧的信念不容置疑，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将这世上的龙吐露殆尽。这个目的和绯红一拍即合，他甚至还让拉格纳将那些龙全部葬送后，把自己的生命也一并狩猎。从现在开始，拉格纳和绯红一起灭龙的故事即将上演。不过绯红没有关于未来的记忆，就问拉格纳未来的他们怎么样了，杀了几个龙王。拉格纳一脸懵逼，问啥不知道，赶紧解释他找回记忆是需要契机的，比如他是在见到绯红的瞬间才想起来他们两个合作的事情。绯红对拉格纳的话保持怀疑的态度，反正只要拉格纳那20年的功力能用就行。两人当即出发，没过多久就遇到一群猎龙人正在与龙对峙。拉格纳一出现就瞬间结束了战斗，这让绯红对他的银器斗法非常感兴趣，想立刻用这股力量灭龙。拉格纳大手一挥，包在我身上。绯红却说他想让那些人也用一下。那边的猎龙人正在哄几个失去父母的孩子，他们向孩子们保证一定会安全护送他们过国境线的。绯红当即伪装成一副和善的样子，向大家介绍了死神拉格纳，声称他已经狩猎了好几头上位龙，而自己是这位死神魔法使的随从。这个世界是存在魔法使的，只是绝大部分魔法使都是血液中含有大量魔力的上位龙，只有极少数的人类会使用。绯红就用自己的小史莱姆跟班忽悠起了这些人类，让史莱姆凝结成人形，告诉他们这就是魔法，这个就是用自己魔法制作的宠物。大家纷纷直呼魔法好厉害。绯红趁热打铁，开始给众人洗脑，将魔法好厉害这一印象刻在众人脑中。堂堂龙王竟然干起了传销，被他忽悠的人全都眼冒红光，跟他一起喊魔法好厉害，魔法好厉害。绯红就露出了邪魅一笑，紧接着为首的猎龙人就下跪向他们提出了请求，说有一头只有他们才能击败的龙，其实他们这些人是一路逃过来的。在那边的多提艾鲁市有一个巨大的龙卷风，龙卷风靠近的时候，那位猎龙人就感觉到风里有某种可怕的存在。没想到绯红直接说出了那个龙的名字，第3位阶的风域龙迪扎斯，是将风缠绕于身的龙。拉格纳扭头就走，准备去狩猎那头龙，却被绯红阻拦。刚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就倒了下去，这是使用那股力量的后遗症。拉格纳现在全身的肌肉纤维都已经断裂，最起码3天不能动弹。不过没关系，还有绯红呢。他告诉其他人，死神大人现在动不了了。那些猎龙人就希望由绯红这位魔法使出手，甚至不惜奉上所有金钱和装备。这看上去很不对劲，因为他们又不是这个国家的人，完全没有义务去亲近所有狩猎那头龙。当然绯红很清楚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弥补心中的罪恶感。龙卷风的速度很快，想必这些猎龙人为了逃跑肯定慌不择路，连生活的求救声都顾不上。然而在他们成功甩开龙卷风之后，天上就突然有血雨落下，陡着的血滴就滴在他们身上，提醒着他们刚刚有多么的残忍。身为猎龙人却没能从龙的手中保护同胞，他们心存愧疚，所以才会想用这种方式来弥补错误。为首的猎龙人愧疚又不甘，在面对龙卷风的时候，他只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那时候的他根本就不是猎龙人，而是猎物。可是他们也有能对付龙族的力量，也有像拉格纳和绯红那样的力量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弃同伴而逃。绯红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把拉格纳的银剑拿了过来，告诉猎龙人只要拿着这把剑，就算是他们也可以斩杀上位龙。当然这把剑无法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即便如此，猎龙人还是毫不犹豫地接了过去。第2天他们就来到了多提艾鲁，这座城市已经是一片废墟。绯红打开了一扇门，门里是他的虚拟空间，里面居然全是高科技，有手枪，有机关枪，甚至还有加特林。不过枪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特别的是那些子弹全都是用拉格纳的银器制作而成的。绯红让猎龙人用这些武器进行训练，拉格纳却有一些不满他的行为，因为他担心那些人和自己牵扯上关系会死。绯红不喜欢他这副畏缩的样子。拉格纳的心中能跟他一起走的人，只有死了也无所谓的人和死了也死不了的人，这是他选择绯红的理由，也是他抛弃雷欧的理由。拉格纳立刻张口反驳，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抛弃雷欧，但他内心的所作所为就是抛弃。看到他又想逃避，绯红直接掰过他的脸，问他如果那个少女就是你行动的所有理由，万一失去她，你会变得怎么样？绯红可是要消灭所有龙族的，他不能接受拉格纳中途放弃。既然雷欧在拉格纳的心中这么重要，那对于他而言自然也是相当重要的存在。拉格纳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他是真的想跟雷欧在一起，可是又害怕跟自己在一起的话，雷欧迟早也会落到那副下场。光是一想，他的心就要碎了。
于是绯红给了他一个贴心建议，要不咱们把雷欧囚禁起来吧，刚好他有一个仓库，只要腾出空间把雷欧关起来，让他陷入沉睡就行，等龙族全死光了再把人放出来，这样拉格纳就不用担心雷欧的生命安全，还能亲自照顾他。绯红越说越兴奋，气得拉格纳想一拳砸在他那张可恶的脸上，但他现在浑身无力，拳头也软绵绵的。其实刚才绯红说的那些是故意激怒拉格纳的，从一开始他就不满拉格纳那副我对你了如指掌的态度，也觉得他口口声声的说自己被诅咒是在无病呻吟，说着给拉格纳展示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被诅咒，枪口对着喉咙直接引弹自尽，头都被崩出去了，可下一秒又完好如初的复活。这时史莱姆也回来了，他奉绯红的命令伸长一只眼睛去观察城市，绯红就将自己的尸体奖励给他。史莱姆开心的将城市的现状展示给了绯红，那个风之漩涡就在城市的中心，周围还有很多飘在空中的人类，每个都浑身是血，手脚残缺，而且全都是女孩子。绯红推测托勒瓦应该是接到了在那边待命的命令，所以才会切碎人体消磨时间。不过这倒是给了他们准备的时间，短时间内对方是不会到这里的。绯红也不打算将城市里已经没有幸存者的消息告诉拉格纳和猎龙人们，他已经想好捕杀风雨龙的策略了。当天晚上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开始洗脑，三言两语就激起了所有人的热血，开着大卡车就冲向了城市中央。绯红还拿着大喇叭在那对着风雨龙隔空喊话，每一句都阴阳怪气的嘲讽风雨龙。激将法阵的小子非常管用，他自言自语扒拉了一大堆，最终还是决定不再待命，先弄死这群蝼蚁再说。而此时太阳即将升起，一场大战也即将来临。